一个剧组就像是一个小组，成员们分配有序且得当，并且能在自己该负责的领域做到尽善尽美，不出一些大的出错，这才能够成就比较令人满意的结局。这样一看，想要做一部爆款剧实在是太简单了，但实际上能够拿到雄厚投资就不容易了，能马到好的演员与审美到位的导演又是一大难题。最后要是钱跟人都到位了，偏偏剧本写的不怎么样的话，照样还是要翻车的。那些标榜是 S 级大制作，上线后一定会火的剧，有多少在播出后就哑火了的？大家肯定是算都算不过来。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相比起导演编剧，演员能够发挥的空间才是比较大的。一个演员拯救一部剧的例子，在古装偶像剧里边尤其多，毕竟观众都是眼睛大，精致与劣质的表演差距一眼就能瞧出。在角色人设并不是很丰满，甚至很容易就会演砸的情况下，怎么样力挽狂澜成就封神时刻？这一点杨紫与何宣琳必然是了解的，他俩可太会哭了。紧密人设崩塌，徘徊两个男人之间，杨紫靠演技带回大众印象紧密这个角色，如果不是杨紫来演的话，大概会分分钟让人吐槽不断，她是蛮惨的，自小就没见过母亲，得不到亲情，也被禁锢了爱情。可这并不是她在与男配有婚约的情况下还要不顾一切跟男主在一起的理由，也不是她一边说男配不爱自己，一边还要拿自己的安危去威胁他的原因。隔着杀害父母的仇恨也要跟男主在一起，紧密的恋爱脑成分，只考虑自己不顾他人感受的人设，非对白莲花真的不过分。要让这样一个角色令观众心生怜爱，杨紫会哭的技能真的会他加成不少。明明是他质问男配不懂分寸的戏份，可他双眼绝望，求着对方放了自己的状态，下一秒感觉就要陨落。听着对方疯狂的告白，说爱自己，他眼底发红，一句你不爱我，推开润玉的同时也蹦出眼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杨紫的表现让人觉得心疼，她把锦觅身上的破碎感传达出来了。正是有了这样的表演，锦觅人设上的不足才被补全。何宣琳坦言青葵人设单一，专门为其设计人物不同阶段。隐忍是哭戏演出神性，如果说锦觅是徘徊两者之间，行为掀起争议的话，那么青葵则是善良到比较单调。他自降生起便怀揣着杜氏之心，为了人族的体面成为玉背天妃，多重的学业他都忍耐着，即使妹妹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假惺惺的，他也一次两次的跪下求情。他大爱无疆，却委实难掩，一不小心就会演成所谓圣母，毫无自己的灵魂。然而何宣琳不愧是北影的博主，他太会做功课了。开机之前阅读了整本小说，并且为人物专门写小传，记录分化他每个阶段的不同。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他所诠释青葵，除了剧本上写的纯真善良外，还有机灵与坚韧。他会因为隐藏妹夫行踪而含笑不止，做出不合时宜的夸张动作来，也会在面对大殿下的挑衅时，坚定眼神一定要挑战于他。明明是自己要死了，却还是在临走之前尽力挤出笑容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而后轻轻一落。在隐忍哭戏这方面，何宣琳太擅长用嘴来做加法了，无论是低头落泪的嘴角微微一撇，还是背身离去时忍不住颤动的嘴唇，他的哭戏不是哇哇叫喊，而是有细节在里边的。青葵是善良但不是无脑的，他的会哭诠释了剧本里对双生花以身殉道的定义，那便是纯净且勇敢。那么你们喜欢这两位演员的戏吗？